这是哪里？我们现在来到越南，这是香港。我们现在拍找新的素材，我们要来拍新的训练影片，带大家认识不一样的选手，对啊，去不同的环境，然后去认识不同的选手，去做一些交流。今天我们来到香港，我们要找的选手是谁呢？对来了，对 ，Hello， 嗨，太久没见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狗啊。我们都来到了训练的影片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香港，然后我们有跟中国很强的212选手是谁呢？是谁呢？我们今天要找他做训练，然后顺便交流一下，就是不同的训练的方法，对。然后这也是我们现在开始想做的，我们去收集，就是去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选手，然后跟他们做交流，然后把大家的经验记录下来，分享给大家。因为每个人练的方式一定很不一样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多交流。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这位中国数一数二强的传统健美212选手何兆峰。我们其实很久之前就有见过面，但我们一直没有交流。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没有跟中国选手交流过，好像是比较没有机会。对，因为比较难来台湾。是对，所以今天有机会来香港，跟大家去交流一下怎么样训练。对，相信大家非常好奇。可以问一下，峰哥，你现在你的身高差不多嘛？应该差不多。那你的体重是多少？我现在110公斤。110公斤。110公斤，对。啊，杰克练我差不多109左右。差不多。我们要来准备训练，今天我们要练什么？练胸吧。练胸。好，本来想要练腿的，但他前几天刚练完，腿疼，腿还在痛，所以解救一下我的双腿。好，那我等下就会开始做胸部的训练。哇，超宽，超宽。这个脱了。那我们先拉伸吧。好，先把胸椎打开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在练前会先做一些活动。胸贴上去，对，屈髋关节屈，对，然后把胸椎往前抵。我们在做这个暖身的时候有什么技巧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？首先你要屈髋，让身体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，躯干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。然后呢，在我们躯干稳定的情况下，胸椎尽量的去往前顶，把你的胸椎的曲度把它拉开，因为我们长期的，比如说，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下，它胸椎容易变直嘛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，就是还原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曲度，这样对我们的这个胸部的这个训练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在过程中大概会持续几秒？30秒以上吧。啊，30秒以上一组，我们做2组就可以了。把这个在肩关节稍微再放一点，先前面打开。所以希望在这个暖身中啊，会感受到肩袖肌群的一个伸展，对，把它激活，也是为了防止受伤。因为以前受伤受怕太多，所以现在会花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东西。一样是做3秒以上，然后或几次嘛？就10次就行了，10次就行。它这个细的还挺好用的，你看那粗的就很难掰过来。主要是练胸的时候，受伤的位置就是要不然就是肩，要不然就是肘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准备好，因为伤病实在是太难受了。那你会尽量的一直去做延伸吗？就是一直去用另外一只手去拉扯它。对，尽量去拉，尽量去拉。等一下，我走到这边，忽然不会用另外一只手。你平常是很喜欢打台球？因为这个最轻松嘛，不用什么体力活，对，不用蹦蹦跳跳。大家平常会花多久去做练前的这些启动？一般我练前启动大概10分钟左右吧。10分钟左右。对，不用，这是脱马了吧？这个，这也行啊。
第一次，这还能伸缩呢。我没有，我现在是打着，然后我往这边转，对，转过头，那我们去让那个肩胛骨附近的肌群啊，全部都做一个暖身，把它热身一下。就是哑铃的上斜卧推开始，可以。把这做个低动作。我很少做哑铃，它是机械派的，但没关系，我今天做哑铃。但特别快嘛，爆发力。对对，会希望带一对，会有一点爆发力。不需要太多。好。如果你在做的时候，会注意哪些细节去观察这动作？首先我们身体一定要保持稳定，在躺在这个斜板的同时，我们髋关节尽量屈，然后上背去压住这个上斜板，胸椎尽量的向上去挺胸。在我们做离心收缩的时候，尽量的向上去延伸，然后向前保持不动，向上去收。对于次数上，就是如果你等下你现在要进入正式嘛，你会喜欢比较低次数的，还是你会喜欢比较高次数的？我会直接就干到力竭。干到力竭。对啊。热身差不多，开始正式。最重要，你热身就不会想要去靠背太多体力，对，只要去适应重量就好。对，就是直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状态留给正式。OK。通常你会做多少组？你的训练啊，正式组。正式组一个动作我只会做1到2组。1到2组。对，1到2组。正式1到2组，就是每个动作有2组，就换下一个动作。对，2组就是会做到力竭。对，2组基本上就是刺激到位吧。那你会选择大概几下？可能4到6，还是7到9，还是？次数的话，我一般会做一个深层力竭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说，我比如说我第一组我会用60公斤去做，我比如说做8到10次，把10次做完之后呢，我会把重量降1/4，或者是1/3这样的，再做一次慢离心的控制，加上顶部收缩，然后再歇一会儿，再会用同样的重量去做一次半程或者是一个快速的收缩。所以可以说，你的一个正式组里面其实是包含了很多的一个组合在一起，对，就是目的就是我这一组做完就是力竭，然后休息，然后再下一个也是力竭，就是深层力竭。我们分为普通力竭跟深层力竭。那我们就去按照深层力竭的方式去做，确保说你每次的训练是很扎实。对。45来。没有。
这样算一个，这是一组里面包含了递减，然后深层力竭，对，然后还有递减完之后，然后再去接最后一个力竭，对，然后把它全部榨干，这是他的一组。别人已经经历了4组了吧？没关系，现在要忘了。现在我换5个狗。先抬一指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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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来。OK， 好。哇，喘口气。男子汉的训练，这个一组大爆汗。对啊，这让我想到以前都有很多递减，可是强度不够。刚刚还有就是你刚才说递减的时候的那一组嘛，你总有3组嘛，可是从递减开始，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离心？像你刚才说控制离心控制嘛。对，相对来说要注意离心。哦哇！6、7、8。走。回。先翻一个脚。对。走。走。走。来一次。OK。走，来6个啊，走，来4，一次，OK。
走，一次。哇！谢谢。换动作。头一痛。我操！哎，看到我一遍。小白棒，小白棒补。好。然后来。会很多的比例放在上胸这个部分吗？啊，会有很多的比例放在上胸。不会，因为上胸它很小嘛，主要还是靠中束跟下束。再帮我下个20，下个20，两片。每个动作都是一样的，那个一组的定义就是包含。对，这是一组，这是一个组。底部输出。继续来。然后第二组做底端体，底端体，对，底端，底端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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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，做，这个，OK，是，OK，3、4、5 OK，再下一遍。OK， 再下一遍。OK， 走，再来，来一个。OK， 操！1、2，走，走，来，2个，一次 ，OK， 2、进，来，走，2个，1个。OK， 我操！来，快点，快，走，再来，再来，继续。
换了，我以为还有，吓死！我发现自由重量需要很多握力、抓力。对，所以如果一般的哑铃，我们做完休息，前臂会有时间恢复。但刚刚我们一组就当3组做，3组当1组做。那你看，因为前臂的握力几乎没了，我看下来是或者前臂是麻的。对，是，不太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手掌也能。你先一个下来。我不能自由重量，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。那可以问一下说，像你会用哑铃吗？那你会用杠铃吗？还是很少？我现在基本上不用杠铃，这受伤的风险太大，杠铃受伤的风险太大。所以练胸的话，你会以哑铃居多，然后再来器械这样。器械，主要还是器械。但会有配一个哑铃吗？会偶尔会带一下。偶尔会带一下。也不是经常做吧。眼睛红掉了。这15公斤怎么这么重啊？好。所以总共是3组还是2组？3组。中间走。不对。对啊，我是要重一点啊。想说，对呀，你不能没换过去。哎呀，来做，来做，这组不算，重来一次，重来。走。用胸手，来往前推。好放。现在其实比较像是往前推的感觉。对，往前推的感觉，就感觉跟推胸是一样的。快，对，爆发力。这种绳索啊，有些人会从下往上拉嘛，也有些人从上往下。那你会怎么给建议？它练的位置不一样嘛。你如果说我们是针对上胸的话，那从下往上，通过上胸主导的发力去带动你的这个关节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要练中下胸的话，那肯定是还是偏前或者是偏下的部位会好一点。所以这个动作目前还是以中下胸，对，这个还是比较偏中胸的。如果偏下胸的话，我们会就是比如说像做双杠，或者是做双杠的这种做法一样，会往下去收，这样会对于我们胸大肌的外延刺激会更多一点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做像是绳索的平胸推的感觉。对，绳索的平胸推，对，现在应该也是有那种器械的，就是坐着的用绳索去推的那种。有。那你会去在练胸的时候啊，会刻意的去控制肩胛，还是你会怎么去做那个发力？挺胸，保持挺胸。对，用胸大肌主导发力，先动胸，再带动你的肩膀跟肘关节。
这就是胸椎灵活度的一个重要性。就是我们刚才练前做的啊，对对对。7、8、9、这真重了这个，我感觉这个根本就不止2.5公斤，骗人的这个。等一下我就知道。有一会儿就动不了，好卡。这样。10、走，继续，2个，1次，哇！哇！下一个。6、7、8、不要着急，然后向下，走，对，用胸底，来走，来走，1次，OK，哦。
肩膀沉下去，走，走，来走，两个，走，对一侧，收紧，哇！再来两个，走，一次，走，OK，谢谢。来，走，再来。两个，走，一次，第5个动作练胸的第5个，对，第5个动作，差不多是通常都是5个，还是还会到6个左右？ 5到6个吧，反正就这么多。哦，然后是2组，一样是2组，对，一样2组。这个也是一样要那个离对对力竭离心哦。对对。大概打捷克1周的胸都练完了。不严重。我手没力了。对。宽区一点，来，宽区走，走，再来走，一个，OK，好。那这个做的时候，我们是现在来往宽曲一点，让身体胸是挺的，胸是挺的，髋是曲的，让身体保持一个这个角度斜的一个角度。你这样的话，做下面会做得更刺激到位一点。那个有些人会问说，那个握的位置要窄一点还是宽一点？你觉得？相对来说不要太宽，也不要太窄，适中的位置，略比肩宽就可以了。快，来，走，来，走，走，来，两个，一个，走。回去增加那个肺的训练量。就是说，我们尽量不要盘腿去做。来，哇！走，走，走，来，一个。
一样是用推的方式吗？对，夹夹就好。夹就好。它是有5次，这样55次啊，3到4秒的顶峰收缩，然后再是这次快速，好。对，顶峰再久一点。结束。哇，结束了，好累啊！累，这么练确实累，消耗体力太大。很快，很快，很快，基本上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自己练。自己练不用，自己练的话50分钟，50分钟结束了。对，50分钟结束了。其实正常来说，大概就是1组到2组的正式组而已。就是这样。我们比如说，第一个动作推的哑铃嘛，我们会把重量递增上去，没错，对吧？充分的热身开，全部把它全部激活，然后直接正式组。然后从第2个动作开始，我们就不需要怎么热身了，就基本上就开始。比如说我们不适应那个器械，就比如你天天在一个健身房练，你知道那个器械多重，就直接开始，对，就正式组开始。因为不适应，肯定要加一点重量，先感受一下，对吧？基本上比较像是递减之后呢，可能会用所谓的快速收缩或是底部停留，对，这种方式，底部停留，顶峰收缩，反正基本上一个训练，一个正式组里面会有2种到3种的训练方式融入在里面。对，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力竭。对，这也其实也是一种模式训练。那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其实你都知道自己的训练强度，要选哪个重量嘛？那就是最高的强度，你大概会选择什么样的重量？比如说刚才哑铃你推60公斤，那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知道你要再把这个强度提升上去？就是你的使用重量。对，你什么时候会想要把它提升上去？就比如说我在做热身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做热身，我们比如推60嘛，对，我做到50或者是做到55热身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重量相对来说比较轻松，我可以加到65或者是70这种重量。如果是我们刚开始推状态不是很好，就不需要再往上加。就每一次依当下的状况，对，以当下的情况，你当天的这个状态，热身的这个状态，就是可以去测评你这个该举多少重量。
就这样。所以你今天有可能是我今天状况比较差，我可能推个50。那我今天觉得我在热身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很顺，那我也可能会推到60甚至70都可以。对。所以你不会一直保持在我以前推70，我就是一直保持70。不，以体感为主。对，以体感为主，就是你当天的状态为主。如果不能强行搞就受伤。所以就不是所谓的记录下来重量，而是我当天的状态，我能当天接受的强度。对，但是一定会是全力的，因为我看你都是一定是全力，深层力竭嘛，一定是全力。对，不管是多少重量，我们用40推也好呀，做正式组的话，用40推也好，50推也好，60推也好，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个重量去做到，很难受的一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就这样算下来，如果你看今天大概5个动作的话，其实如果把正式组加上去，我们不要算递减什么，大概就是10组。对，就10组。但是像你的肩跟你的手是跟胸都是拆开的吗？全部拆开。所以你一周会练几天呢？5天吧。5天对，一个循环，就是所有的位置全部拆开，然后做一个循环。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个人觉得，就是说，这样在我们训练的当天，对目标肌群，就是能更好的去募集去集中。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就是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推日拉日这种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。参与位置太多了。第一个容易造成神经疲劳，第二个呢就是很容易就练不到位。那通常一个部位会休息多久进行下一轮？比如说你这只胸，你大概会多久之后再练下一只？一个循环吧。一个循环，然后休息1天这样。对，休息1天。我一般是这样。但你会1天2练吗？很少，除非是要降体重、减肥、赶进度的时候，可能会2练。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样的。对，正常情况下不会。那你有什么想要会给新手或者是很多人练胸，你觉得会犯的错误有什么？犯错误，首先我们就是一个，很多就是在卧推，比如说新手的很多都会去用哑铃或者是杠铃去推嘛。像这种基本的动作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身体的所有的这个位置调整好。就是说我们在躺在这个长凳的时候，不是说拿到杠铃，拿到了就开始做了，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调整。比如说你髋关节的位置，对吧？你的肩的位置，你的眼睛跟杠铃杆的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你的这个肘关节下方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应该怎么去下？顺着这个肌肉的线路去走，对吧？顺着你的肩关节和胸大节的纹理去走，这样的话才怎么讲？就是对于你的目标肌群的刺激才是最大的，而且不容易受伤。所以很重要的是你的动作的轨道，对，然后跟你对它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先做到这几点，再去增加所谓的强度。对，一定是循序渐进的，就是不要盲目的去上重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大家对于重量的理解，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一样，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。大家很容易就是我推得起来。那不，那我们不是力量局嘛，对不对？又不是要举起更大的重量，我们是要把这个重量，尽可能的去吃到我们的目标肌肉上面，没错，对吧？那比如说，我们去做60公斤的哑铃去卧推，我们能有45公斤甚至50公斤的这个重量，能全部的压在这个胸上面，而不是说分散开来在肩上、三头上、肘上，对不对？尽量的就是吃到我们的训练的目标肌肉上面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哪怕推轻一点。但有一个常见的迷思，就是有些人会说每周的训练组数要多一组这样子，然后透过组数的增加它的总训练量，你怎么看？其实没必要吧。其实我就觉得在一组正式组的情况下，我们尽可能的去榨干它就可以了，就已经很好了。就达到完整力竭最重要。对，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的时候，咱们这个王在做哑铃的时候，做完第一个动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感觉就已经太没劲了？对。然后第二个动作就已经是半血的状态去上了，没错，对吧？就是把握好你的每一组，然后不要是想要加组数，对，把每一组最捷径的做完。我们要保持整个训练的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，不是说我们先开始做的重量越大，到后面就做的越来越轻了，越来越少了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是要全程的都是跟第一个动作第一组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，这种刺激方式，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肌肉的最大生长。所以当下能够做多少下，就是控制好，然后做多少下就多少下。对，不会想要追求说我一定要推到几下。对，不是这样。先简单练个胸而已，学习到非常多东西。因为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经历过很多训练技巧的学习嘛，对啊，从大家过多的量，然后大家要追求训练的质量、强度，到最后你要把这些强度融入到就是更多，就是更精简，然后就是用一点点的
这个训练组数，但是你其实是用很庞大的量一次把它榨干力竭，这个就是到最高端你必须要做到的。所以今天学习到非常多，然后整个胸已经。他们的食谱里面包含了各种元素的精华，基本上杰克会被练透了。但这个跟讲到我以前在备赛的时候，以前会想要用很庞大的量，所以你会用很多的离心、向心、身体丰收都去做训练。但是那时候是你只是盲目追求量而已，对，就很多的量。但是到后面，因为我没办法长肉嘛，我现在古典的时候，我为什么练那么久都没办法长肉？练超多组的啊！然后到后面开始减轻我的量，对，然后去增加强度，我发现开始长肉了。但现在是你要把两者再融合在一起，就是你要足够强度，你要足够，就是在这时间内你要更多的训练量，这个就是现在哇得到的那个全新的感受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训练模式的话，我们的肉长出来啊，它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会比较硬的一个状态，结实，对，结实一点。坊间常说硬度，对，硬度是这个意思。对，那扎实感嘛，这扎实，因为你要有足够的量。收缩的那个量，你的肌肉才会紧实。你这么练的话，就是肌间脂肪也会变少啊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说有的人看起来就是说减完脂之后，他的皮下脂肪很低，但是他看起来还是水水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肌间脂肪看更多的啊。这样的话，通过这种训练模式的话，可以充分的去减少你的肌间脂肪，就是看起来就是我们的肌纤维看起来会更粗大，就看起来更硬这样。明天还有一次，明天练什么？明天练肩还是背？哎，我们练个背好了。背啊，因为我一定要请教一下背网。对啊，这个背打开天就黑。没问题。明天学一下怎么练背。可以。背是我的罩门。背我相对来说也有一些心得。好，我们期待明天。OK。